老婆，我回来的路上看路边有个孤儿在哭，实在怪可怜的。外面风大，我就先带回家了。路边随便捡个孤儿，眉眼能跟你楚莲生生的一模一样，这算盘打的，全城都能听见响。哎，这大冷天的，谁家父母这么狠心？莲生，你真是做了一件大善事。既然进了咱们家的门，那就是缘分，以后我会视如己出的。老婆，你真是通情达理，这孩子以后就辛苦你多费心了。这点钱你拿着，给孩子买点好用的东西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公司还有个集会，我得赶紧过去一趟。王姐，麻烦您过来帮我照顾一下孩子，我得赶紧去超市一趟。哎呦喂，我的好妹子，你这架势哪里是捡了个孩子，简直比亲生妈妈还要上心10倍啊！买这么多金贵玩意儿。王姐，既然养了，就得给孩子最好的，可不能委屈了人家。连生娶了你，真是楚家祖坟冒青烟了。楚莲生，你想用外面的孤儿鸠占鹊巢，让我当免费的保姆？好，那我就将计就计。我会用20年的时间把这个孩子培养成顶级人才。等到你自以为大局已定、最得意忘形的那一天，我会亲自拔掉你的底牌，抽空你的商业帝国，让你尝尝什么叫真正的家破人亡、杀人诛心。你这个不下蛋的母鸡，你自己生不出孩子就算了，居然让连生捡个来路不明的孤儿回来养。我们楚家可是有头有脸的，这要是传出去，还不让人笑掉大牙！妈，您就别添乱了，我都说了跟这孩子有缘。什么缘分？我要的是亲孙子，是流着我们楚家血脉的亲骨肉，不是路边捡来的阿猫阿狗。赶紧把这孤儿送去孤儿院！妈，您跟我来房间，我有话跟您说。妈，您别闹了，那不是什么孤儿，那是我给您的天大惊喜，那是我亲儿子，您的亲孙子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！连生，你没骗妈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嘘，您小点声。总之这孩子是我跟别人生的，您以后在外面可得把戏做足了，别让他看出来。好，哎呦喂，我的大孙子嘞！只要是亲的，妈肯定当宝贝供着。果然是一窝自欺欺人的蛇鼠。楚莲生，你们母子俩就好好抱着这个血脉做美梦吧，爬得越高，摔得才会越惨。哎呦，连生媳妇儿啊，都说你傻，别人捡个孩子你就当宝。就是啊，养别人的孩子哪有自己生的亲？趁着年轻，听大妈一句劝，赶紧去做个试管儿。有了自己的亲骨肉，你在楚家才能站稳脚跟啊！各位大妈费心了，不管是不是亲生的，既然连生把他带回来，那就是我们楚家的孩子。我不需要试管，有盼盼一个就足够了。我会把他当亲儿子一样疼爱的。盼盼，快叫爸爸，我的好儿子！爸爸，这眉眼真是越来越像他了，不知道他在外面过得好不好。楚盼莹，哪怕是个男娃也要娶女孩的银子。楚连生，你对那个服务员的思念还真是明目张胆啊！连生，洗洗手，吃点水果吧，看你把孩子宠的都快上天了。啊！妈妈，你全湿了。妈妈没事儿，只要盼盼不淋雨就好。哎呦，你看看人家这后妈当的，比亲妈还豁得出去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，这出勤率，这心气儿，楚家真是好福气。欲先取之，必先予之。既然要做戏，就要做全套。我要让全天下都知道，我是个无可挑剔的慈母。老婆，这条真丝丝巾是我今天路过商场特意给你买的。这些年你照顾盼盼辛苦了。真漂亮，连生，你有心了，我很喜欢。拿条破丝巾就想掩饰你的内疚，你以为你在金屋藏娇，殊不知这20年间，楚氏集团的核心资产早就在我的操作下一点点被合法剥离了。你的100亿帝国不过是个随时会塌的空壳。楚太太，听闻令公子楚盼莹以全额奖学金考入了国外的顶尖名牌大学，作为将孤儿培养成才的美德典范，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？这都是连生的功劳，我只是尽了一个母亲的本分。你们还是多采访采访楚总吧。其实当年我看到那个孩子在路边冻得发紫，我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哪怕砸锅卖铁，我也要给他一个温暖的家。那楚总，当年您捡到孤儿后，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去派出所报案，寻找亲生父母呢？这是不是不太符合流程？楚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当时情况太紧急，我是怕孩子冻坏了，后来一忙就忘了。宝贝儿，你再忍忍。咱们的儿子盼盼现在连博士都读完了，等他这次回国，我就马上跟那个黄脸婆摊牌，到时候我把楚家1半的股份都转给你，风风光光的接你进门，让他净身出户。想让我净身出户？楚连生，你大概还不知道，你口中那个价值100亿的楚氏集团，早已经被我掏成了负债累累的空架子。老婆，明天盼盼就归国了，我已经在全市最高档的酒店订了接风宴，到时候我要给你一个天大的惊喜。是吗？那真巧，明天我也准备了一份大惊喜要送给你，而且比你的还要大。今天不仅是我儿子盼盼博士归国的大喜日子，我还要向全社会宣布一件双喜临门的事。这20年来，我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盼盼的生母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今天我们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了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再耽误人家母子团聚了，我们离婚吧。这张是100万的支票，算是我对你这20年当养母的一点补偿。虽然可怜，但楚总仁至义尽。钱就不必了，楚连生，你急着摊牌，可惜时机还没到。既然你要给大家看惊喜，不如先看看我准备的。宝贝儿，这招偷梁换柱绝不绝？我把咱俩的亲骨肉谎称是路边捡来的孤儿，抱回家给那不会下蛋的母鸡养。他不仅得感恩戴德，还得替我们白养儿子。以后楚家家产全都是咱们儿子的。楚哥，你真坏！那黄脸婆被你耍得团团转。楚总，请问录像内容属实吗？您策划骗局让太太抚养孤儿。关掉！快给我关掉！谁放的？保安呢？怎么，楚大总裁敢做不敢认？这盘大棋你下得很得意啊！少妖言惑众，录像是假的，你不就是想要钱？200万够不够？不够再加，拿钱赶紧从楚哥面前消失。200万，买你20年见不得光，还是买你儿子见不得人的身世？这点钱留着买副好棺材吧。你闭嘴！毒妇！就算录像是真的又怎样？我和他是真爱，这20年我们夜夜私会，盼盼是我们伟大爱情的结晶，我给他最好生活有错？你个没生养的女人，白捡个儿子过当妈的瘾还不足？楚连生，你公然践踏底线，不配做企业家！杀人要诛心，好戏刚开始。都给我闭嘴！这是我的家事，老子有钱，名声毁了又怎样？大不了我带我的真爱和亲生儿子拿钱远走高飞，谁也管不着。哎呦，老天爷，盼盼是我亲孙子，连生，你瞒得妈好苦啊！这姑娘长得水灵，能给咱楚家生下大胖孙子，你是大功臣。妈，这都是我该做的。听见没？不下蛋的母鸡，既然连生和这姑娘是真爱，你别占着茅坑不拉屎，麻溜离婚，拿着补偿款走人，惹毛我，让你1分钱捞不着。离婚可以，我完全同意。算你识相，明天就去办手续。不过离婚前有必要纠正你们一个致命错误，你们口中的一家3口怕是有水分。楚盼怡根本不是你们楚家的儿子。放屁！你个毒妇！你嫉妒我们老楚家有后，故意挑拨离间。贱人，自己生不出孩子，往我儿子身上泼脏水，随便造谣能破坏我们父子感情？垂死挣扎，是不是造谣？马上就知道。胡说八道！我10月怀胎生下的骨肉，能不知道谁是亲爹？我是盼盼亲妈，你不过是个倒贴的保姆。马上拿钱滚出去，别想妖言惑众！别怕他，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动你们母子。你以为编造谎言能打击我？盼盼的眉眼脾气哪点不像我？没人能抢走我儿子！楚连生，你真是自作多情。你看看你平庸的脸，盼盼有一丝像你吗？实话告诉你，你根本不是他亲爹。找死！老子今天撕了你的嘴！想打人，先听听这个再说。当年在夜总会陪酒，就属你会来事儿，现在变凤凰了。李大强，你这个死华侨跑回来干什么？当年咱们生下的孩子，我不是已经想办法丢给楚连生了吗？你的出现会毁了我的。毁了你！当年老子跑路，孩子留给你。听说那孩子成了国家特批科学家，你想去认亲摘桃子？没钱封口，我这就告诉楚连生真相。
听清楚了，楚大总裁，服务员贾华侨，孤儿，你精心呵护20年的结晶，不过是别人不要的垃圾。不可能，我楚连生堂堂百亿富豪，怎么可能被服务员欺骗20年？造孽呀！楚哥，你千万别信他，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华侨。谁爱，绝对是 AI 合成技术。楚哥，这女人太狠毒，她眼红我们一家3口团聚，为了独吞家产，故意找人伪造录音。我是盼盼亲妈，怎么可能拿骨肉算计别人？楚哥，你看她蛇蝎心肠，这是要逼死我啊！够了，你这毒妇！我瞎了眼才让你进楚家大门，都答应给你100万补偿款，你竟不知足，连伪造录音这种犯法勾当都干得出来。盼盼是我看着生下来的，随便搞个合成音频就能抹杀血缘？自欺欺人，这就是你的遮羞布。好啊，原来是你这不会下蛋的母鸡在搞鬼！我说怎么痛快同意离婚，原来憋着坏水想独吞老楚家的钱，你今天必须付出惨痛代价！大家伙来评理啊！哪有这么歹毒的女人，自己生不出孩子，我们楚家供着养着，已经弄假录音污蔑我儿子，还想拆散我亲孙子一家，毒妇丧门星，想拿走楚家1分钱门儿都没有！儿子，马上让他滚，让他净身出户，连衣服都给我扒下来，都是花楚家钱买的。妈说的对，本来我看夫妻情分，想给你100万补偿，但你伪造录音，恶意诽谤，严重损害楚氏名誉。既然你做初一，别怪我做15。律师就在现场，立刻起草离婚协议。你必须放弃所有婚内财产，1分钱别想带走，立刻净身出户，这是你自找的。你笑什么？疯了吗？我笑你们真是一场精彩绝伦的猴戏。盼盼，戏看完了，我们走。装清高，想走没那么容易。我要你明天流落街头要饭。老刘，立刻通知银行停掉那女人名下所有信用卡，全面封锁楚家所有账户，1分钱都不许让她转走。过了今晚，等那个死女人刷不出卡，明天一早必定滚回楚家摇尾乞怜。慌什么，老刘？那个女人的卡都停了吗？账户冻结没有？楚总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不是冻结的问题，太太名下的那些银行卡早就注销或者处于清零状态了，而且我刚查了公司和家里的对公对私总账户，咱们楚家的流动资金几乎快被掏空了。你说什么屁话？楚氏集团这么大的盘子，每天进账多少？怎么可能被掏空？太太早有准备啊！这几年她利用海外理财和离岸家族信托，把她那部分婚前财产和一大半婚内共同财产全剥离出去了。法务说手续干净的可怕，完全合法合规。现在留在楚家账面上的只剩不动产空壳，流动资金连维持下个月利息都不够了。数年，他居然几年前就开始布局了，贱人，毒妇！连生，你干嘛去？你这个阴险歹毒的婊子！你算计我！你吃楚家的，喝楚家的，居然敢在背地里偷偷转移老子的钱！马上把钱给我吐出来，否则我今天弄死你！楚总记性不太好，那不是楚家的钱，那是法律赋予我的合法财产。至于你们楚家现在是个什么空壳子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我杀了你！楚先生，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楚佩莹，你疯了吧？我是你亲老子，老子花钱供你出国读到博士，你现在为了一个外人，居然敢对你亲爹动手！外人？这20年来，是谁夜夜照顾我发烧？是谁一口口教我做人的底线？是我妈。而你，只会用我来掩盖你那些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。现在你跟我谈你是亲老子，你不觉得恶心吗？放肆！血浓于水，你骨子里流的是老子的血。你亲生母亲已经找回来了，她才是我们楚家的大功臣。你现在立刻跟我回楚家认祖归宗，我就当今天的事没发生过。你别以为读了个博士就翅膀硬了，你即将入职的国家科研所副所长是我多年酒肉兄弟。你要是今天敢走，只要我一个电话就能断了你的科研前途，让你在国内连扫厕所的工作都找不到。楚先生，你大可以去打这个电话试试。我这次回国是国家特聘青年科学家，项目资金国家直拨。至于你那个副所长朋友，上周刚因为贪污受贿进去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只有一个母亲，再敢来骚扰我妈，我直接报警抓你私闯农宅。你滚！亲爱的，我自己把东西都搬过来了。你是不知道，这些年我在外面吃了多少苦，我再也不想一个人熬了。傻瓜，往后这儿就是你的家，你想住多久住多久，谁也别想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哎呦，我的好儿媳呀，你受大委屈了！你可是我们楚家传宗接代的功臣，是盼盼的亲妈，不像那个不下蛋的死女人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这楚家名正言顺的女主人。谢谢妈。
哎呀，这装修风格怎么这么老气压抑啊？连空气里都透着一股穷酸味儿，看着真让人心里堵得慌。妈，您说是不是？那可是请儿媳花几十万空运定制的头层牛皮啊！是，他的东西怎么配得上你？明天我就让人把这些破烂全扔出去。这间主卧光线最好，以后我就住这儿了。把里面那个女人的衣服首饰全给我打包扔掉，我嫌晦气。这也太霸道了吧！但看在亲孙子的面上，我忍。我已经顺利进来了，那个死老太婆和蠢货男人现在对我言听计从。干得漂亮，宝贝儿！别忘了我们的正事，先摸清那老太婆保险柜的底细，这楚家的家底该换成我们的名字了。放心吧，老鬼，明天我就让他们体会一下什么叫请神容易送神难。做饭了，这都快10点了，怎么连口热乎的都没见着？哦，既然嫁进楚家，就得有个媳妇儿的样，还不快去厨房给我熬点海参粥？妈，你看我这手，刚做的高级美甲，哪能碰冷水？再说了，我可是给楚家生下博士孙子的大功臣，身体娇贵着呢，怎么能干下等保姆的粗活？你，妈，我给你留了点儿，你热热吃吧。这可是高级货，以前那个穷酸女人肯定舍不得给你买。我楚家老太君什么时候沦落到吃别人吃剩的残羹剩饭了？儿子，你可算回来了！看看你接回来的好女人，她让我吃剩饭还不干活，这分明是请了个吸血鬼祖宗回来呀！亲爱的，我20年为你吃了多少苦，现在好不容易团聚，妈却想让我像个保姆一样伺候她。妈，你就别添乱了。她流落在外受了委屈，补回来怎么了？她可是我的真爱。你不是一直要血缘吗？人都在这儿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这根本就是个好吃懒做的白眼狼。动作挺麻利啊，盼盼妈，这才进楚家几天就都摸清楚了。少废话，老鬼，这家人被抽干了就是个空壳。当年你丢下我们母子，现在总该带我干一票大的。楚家那个废物老公现在什么状况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做梦都想弄个大项目证明自己，好让外人看他没前妻也能行。好极了，可悲的男人自尊心就是突破口。过几天我会以海外顶尖财团风投高管的身份闪亮登场。你这2天吹猛点枕边风，咱们做个100亿海外投资的杀猪盘，只要他上钩，楚家剩下的那点资金全是我们的养老金。一言为定。早在离开楚家前，我就在主路流植入了最高级后门。你们这破绽百无的杀猪盘，全在我的监控之下。楚家资金链早就断了，就看你们怎么狗咬狗。据本台最新消息，楚氏集团受近期负面舆论影响，多位核心合作方宣布撤资，集团股价今日开盘即遭遇跌停，面临严重的资金链断裂危机。这只是一张多米诺骨牌的开始，好戏还在后头。你还没闹够吗？现在全公司都知道你跟我闹翻了，合作方撤资，几个大项目停拍，资金链全断了。你这几天气也该出完了，差不多得了。我知道那天在接风宴上是我冲动了，说话难听了些，但我们毕竟有20年的夫妻情分，盼盼再怎么样也是教过你20年妈的，你不能做得这么绝。所以呢？所以，你先把手里那几套私房产抵押了，拿你的私房钱凑个5000万借给我周转应急，等我度过这次难关，拿下海外的大项目，我连本带利加倍奉还。只要你肯拿钱出来填上公司的窟窿，我可以不计前嫌，楚家太太的位置我依然给你留着。20年的夫妻情分，就是看着我像个老妈子一样给你养别人的儿子，现在走投无路了，居然还想用我的血汗钱去填补你和那个服务员做出来的无底洞，到底是谁给你的自信？5000万不是个小数目。钱的事儿我们可以慢慢谈，但在谈那5000万之前，身为你的前妻，我突然觉得有必要关心一下你的身体健康。打开看看吧。
男性常年酗酒与重度弱精症，精子存活率极低。你给我看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干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是想叫我生病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看着你这副理直气壮来找我要钱的恶心嘴脸，突然觉得你挺可悲的。你把话给我说明白。20年前，你就是个烟酒不离手，夜夜在酒桌上喝到烂醉如泥的废物。你真以为凭你那早就被酒精掏空了的身体，能让人家一次就中？更何况，对方还是个在夜场里阅人无数、逢场作戏的服务员。你放屁！盼盼就是我的亲生骨肉，你这个毒妇自己生不出孩子，现在看我们一家团圆，就拿这种从网上随便下载的破烂玩意儿来恶心我。到底是我心理扭曲，还是你自欺欺人？你仔细想想，这20年来，你每年去高端机构体检时，那些私密指标到底是什么样？别人把你当猴耍，你居然还为了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儿子沾沾自喜，跑来要我的血汗钱去填你们的窟窿。楚大总裁，你的脑子是被酒精泡烂了吗？你闭嘴，给我闭嘴！你敢动我一下，我保证楚氏明天连宣告破产的机会都没有。我会直接把你做假账的底牌交给警方。你给我等着，老子这就去拿铁证甩在你脸上，让你这个疯女人彻底死心。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只需要一丝裂缝就能彻底生根发芽。怎么才回来呀？钱要到了吗？那黄脸婆肯不肯出出血？你真以为凭你那常年酗酒的身体，能让人一次就中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那疯女人走得太绝，竟然清理得犹如样板间一样，连根头皮屑都没留下。绝对不可能，盼盼长得那么像我，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儿子？有了，终于找到了。明天一早，我就亲自去最权威的机构做加急比对。我要让那毒妇看看，我楚连生是如假包换的亲生父亲。大半夜的，你不睡觉，在书房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公司有点急事儿，我找份文件。你赶紧回去睡吧，别着凉了。这死鬼大半夜神经兮兮到处翻，现在又偷偷摸摸藏东西，这包里装的绝对是拿去做亲子鉴定的样本。一旦被他发现真相，他绝对会以诈骗罪把我送进监狱。哎呦，吓死人家了！既然找完文件，就赶紧回房吧，人家一个人在床上害怕。明天一早，楚总会去市中心最权威的鉴定机构送检。我不管你是买通检验科主任，还是找黑客改数据，必须把样本给我调包。只要最后出来的结果显示他们是亲生父子，事成之后，我再给你加30万。楚太太，您放心，我们在机构的核心主任可是铁杆线人，样本一送进去，保证在提取环节就换得神不知鬼不觉，这事儿绝对万无一失。只要熬过这关，楚家的100亿财产就是我囊中之物。楚太太，一切都在您的预料之中。这女人确实是坐不住了，连夜买通了黑市中介，准备在今天的亲子鉴定环节调包样本。简直欺人太甚！这群人居然能无耻到这种地步！妈，我们不能由着他颠倒黑白，我这就拿着视频去报警，或者直接去鉴定机构堵着楚连生，把这段视频狠狠砸在他脸上，击穿这恶心的骗局。站住！妈，要是鉴定结果真的被篡改成亲生，以楚连生那狂妄的性格，尾巴绝对能翘到天上去了。我要的就是他把尾巴翘到天上去。盼盼，你还是太低估人性的劣根性了。那个男人现在正处于极度的自我怀疑中，如果你现在戳破他的美梦，他会像上次宴会一样，一口咬定这是我们用 AI 伪造的视频。打蛇打7寸，杀人要诛心。他既然想吃定心丸，我们就大方的送他一颗，让他顺利拿到那份确认亲生的假报告。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露出致命破绽？就是在自以为赢定了，狂妄到目空一切的时候。只有让他爬上云端，再一脚踹下无底深渊，他才会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粉身碎骨。妈，我明白了，妈。那就让他们再做几天美梦吧。亲生的，是我的儿子！毒妇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想毁了我，做梦！
老子现在就回去把这铁证甩你脸上，我要让你们母子俩身败名裂。盼盼就是我的亲骨肉，哈哈哈！妈，盼盼是我的儿子，那是我们楚家的亲骨肉啊！老天有眼啊！我就说盼盼长得像你，肯定是我亲孙子。那个不下蛋的毒妇，就是见不得我们楚家好。黑市中介得手了，老娘总算熬过来了。你现在信我了吧？我清清白白跟了你，给你生下这么优秀的儿子，却被那个女人这样泼脏水。她伪造那些录像和录音，就是要逼死我，要毁了我们一家三口啊！毒妇简直是蛇蝎心肠，她自己生不出孩子，就企图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抹黑我，还提前偷偷转移了楚家的财产，想让我净身出户，霸占我培养出来的博士儿子。他既然做初一，就别怪我做15。真以为我楚某人是任由他摆弄的废物吗？我要让他像过街老鼠一样，跪在自己面前磕头求饶。哟，楚总，有什么关照？强子，给我接个大单，我要买全网热搜，通稿怎么恶毒怎么给我写。我要让一个女人明天一早彻底身败名裂。你看，舆论的力量足以让她身败名裂。我的楚总可真厉害，这么快就把他搞臭了。那是自然。亲爱的，你这招真厉害，把这份鉴定报告往网上一发，看那个女人以后还怎么在这个社会上立足。哼，这小贱人也有今天。听说网上还有人说他贪污了夫家的钱，就该让他连本带利全吐出来，让他跪在街头磕头讨饭。惹怒我楚连生，这就是他的下场。楚连生这点狗急跳墙的下三滥手段，早就在我的精准计算之中。他越是猖狂的制造舆论，陷在虚假的胜利里无法自拔，摔下来的时候就会粉身碎骨。这场网络暴力在我眼里，不过是跳梁小丑最后的垂死挣扎。既然你想演，那就让你再得意半天。这把火竟然烧向了盼盼。小楚啊，所里现在承受的压力太大了，上级也重点关注到了这次舆情。那些被煽动起来的网友，把我们的官网和官方邮箱彻底挤塌换了，投诉电话被打爆，甚至扬言要去研究所大门口拉横幅抗议。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专业能力也过硬，但为了单位的声誉，你的入职手续可能要无限期延缓了。你先避避风头吧。我理解您的难处，给单位添麻烦了，郑所长。盼盼，是妈连累了你，你20年的苦读，那么渴望的国家级科研名额，就这么被毁了。妈，没事的，学历和工作我可以再考再找，但在我楚盼莹的心里，从来就只有一个母亲。那些躲在屏幕后面跳脚的人，根本不知道您这20年是怎么为我熬过来的。我不后悔，也绝不向他们低头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把老公和婆婆的拙劣表演当成一场可以随时掐断的猴戏。为了让他们在最得意的时候摔得粉身碎骨，我选择了欲擒故纵，甚至觉得那些泼在我自己身上的脏水根本无所谓。但我唯独忘了一点，恶人的贪婪是没有底线的。我不发威，他们竟敢得寸进尺，把脏手伸向了我此生最珍视的逆鳞。本来想让你们再蹦跶几天的，但既然是你们先越了界，那就别怪我连根拔起。老赵，帮我查个东西，网上带头黑楚盼莹的那家八卦工作室，我要他们所有的底层数据、资金流水，以及他们这些年敲诈勒索的账本。半天时间够吗？楚太太，您太小看咱们这些年的交情了。对付这种连防火墙都形同虚设的下三滥，2个小时足矣。作为楚氏集团曾经的隐形掌舵人，楚连生真以为我这20年只是个只会带孩子的家庭主妇了。他在外头花天酒地时，我早就用自己的手腕在商界织就了一张密不透风的隐秘情报网。真以为楚氏是靠你那点可笑的商业头脑撑起来的？楚总，质检局的人已经封锁了我们3个核心厂区。楚总，银行那边打电话来要提前抽贷，10几家大经销商堵在楼下要求退货索赔，说再不给钱就砸了我们的大门。绝完了！
哎呀，楚哥，怎么发这么大脾气？气坏了身子，我和盼盼可怎么办呀？全完了！质检局封了工厂，银行抽贷，那帮老狐狸股东全在逼宫，楚家马上就要破产了。是那个毒妇，绝对是他在背后搞鬼，他要搞死我！楚哥，你可是楚氏的顶梁柱，这点小风浪算什么？就算那个黄脸婆想搞死你，我也绝不答应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没有起码5个亿的现金流，楚氏3天内就会被强制清算。现在神仙也救不了我。谁说神仙救不了？楚哥，你忘了，我之前跟你提过，我有个在国外做生意的远房表哥。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提什么表哥？他能借我500块还是5000块？别添乱了。我这位表哥可不是普通生意人，他现在是顶尖风投财团亚太区的执行高管，手里捏着几百亿的海外基金，专门在国内寻找潜力项目。这点小危机，只要他露出一点资金，不仅能帮楚氏填平窟窿，甚至能让你吞并同行，直接上市敲钟呢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你表哥真有这么大能耐？当然是真的，他最疼我了，只要我开口，他肯定愿意拉妹夫一把。好，太好了，真是天不亡我楚家！快，现在就给你表哥打电话，不管花多大代价，我都要立刻见他，这是楚氏最后的机会。楚总，别来无恙啊！强哥，您终于来了。表哥，您一路车马劳顿，辛苦了。这杯我敬您，全当给您接风洗尘。楚总，这种土腥味这么重的酒，在我平时参加的高端酒会上，连服务人员都不会喝。你们做本土生意的老板品味实在有待提高。是，表哥教训的是我这个井底之蛙不懂规矩，怠慢了您。楚总，明人不说暗话，要不是我表妹哭着求我，以你们楚氏那种低薪值重资产的夕阳模式，在华尔街连垃圾评级的资格都没有。哎呀，表哥，楚哥现在确实遇到资金断裂的难处嘛，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从你几百亿基金里漏一点点帮帮他嘛。行吧。Acquire European mineral deposits. Freeze your mobility. Freeze thos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US dollar accounts. 蠢货的心理防线已经被彻底击碎了，猎物咬死鱼钩了。看在我表妹情分上，这烂摊子我接了。5亿救市资金，我可以让亚太区总部明天走加急审批。表哥，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只要资金一到，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先别急着表态，这5亿可以批，但我有一个绝对不能破例的前提条件。您说，您随便说，只要我能办到。跨国资金入境必须经过严苛风控审核，你需要先缴纳2000万的过桥保证金，打入我们财团指定的海外监管账户，验资一过，这笔钱跟5亿资金原封不动退回。2000万？表哥，这保证金能不能通融一下，直接从那5亿投资里扣除行吗？楚总，你在跟我开什么国际玩笑？这种保证金的事儿，那是国际监管账户，连2000万诚意都拿不出，我看这5亿的投资不谈也罢。别，表哥，千万别走。表哥别生气嘛，楚哥可是要做100亿龙头的人，怎么可能被2000万难住？楚哥，这可是财神爷送上门，你想办法凑凑不行吗？要是你害怕了，咱们这5亿还是投给李总他们吧，省得让你倾家荡产。儿子，不就是区2000万吗？咱们楚家怎么可能拿不出？把西山套祖传的老宅抵押给银行，再去把你手里剩下的核心股份全抛了，这笔钱不就凑齐了吗？妈，你疯了吗？那套老宅可是爷爷留下的根，核心股份全卖了，楚氏以后就真不姓楚了。万一出点差错，咱们全家都得喝西北风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人家5亿美元真金白银准备好了，你连2000万都不敢掏，难道你想一辈子被那个生不出孩子的恶毒女人踩在脚底下笑话吗？我卖，我就是2000万嘛！表哥，你给我1天时间，我马上办。你真是楚家的大福星。楚总，这股份不能贱卖啊！滚开！别挡着我当100亿富豪！楚家终于亲手斩断了最后一条生路，
义无反顾地跳进万丈深渊了。等等，妈，鱼已经彻底把带血的钩子吞进肚子里了，但情况好像有点不对。先别急着管那些枯燥的代码，看看这个，楚连生奉若神明的这位海外财团大老板，可是个不折不扣的熟人。李大强，没错，这个西装革履的华侨，早年就是个小混混。更讽刺的是，10多年前那个女人当服务员时，李大强就是常去捧场的顾客之一。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，涉嫌策划多起跨国杀猪盘，涉案金额高达数亿。妈，他这次用的全套海外财团背书、依资证明，全是通过暗网黑客伪造的。这些铁证足够了，只要现在递交给警方，绝对能在半个小时内封锁资金通道，楚连生的2000万就能保住。但您不打算报警，对吗？当然不，凭什么报警？凭什么让那群吸干了我20年心血的寄生虫只受一点皮肉之苦？如果现在终止，楚连生只会虚惊一场。我要的是他倾家荡产，是他身败名裂。我要让他真真切切感受到巅峰狂喜后，再从云端砸进18层地狱，摔得粉身碎骨。等等，妈，妈，情况不对。我顺着华侨的监管账户往底层挖，发现那根本不是一个单纯的收款终端。李大强在后台里藏了一个更惊人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妈，李大强提供的海外监管账户，表面是安全资金池，实际是个披着合法外衣的实时转账跳板。这根本不是认资，而是一台准备随时吃干抹净的粉碎机。没错，到那时候，别说国内经侦，就算国际刑警想在成千上万虚拟账户里把钱追回来，也是大海捞针。妈，诈骗我收紧了，李大强刚发出最后通牒，如果今晚12点前2000万没入账，单方面取消5亿投资。他在逼楚连生跳崖，贪婪是催生疯狂最好的养料。李大强逼得越紧，楚连生的理智崩塌得越快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那就让他们转。我倒要看看楚连生站在悬崖边，最后一步是怎么迈出去的。楚总，出了点意外，楚连生没钱了。没钱？楚连生抵押老宅变卖股份，本来够2000万，但因为公司负面新闻，银行压低了评估价，中介又趁火打锣抽了高额手续费。刚才清算完，他账户里只有1700万。堂堂楚氏总裁砸锅卖铁到最后，竟然还差300万缺口，真是可悲。楚总，李大强死咬着2000万不松口，楚连生彻底疯魔了。眼看12点快到了，他在绝境下把主意打到了您的头上。打到我头上？是的，我刚得到线报，楚连生找来一群地痞流氓，正分乘面包车往您市中心的婚前房产赶去。他放话，今天就算把刀架在您脖子上，也必须逼您把房子低价过户给他，填这300万的窟窿。我原本打算让他死得痛快点，没想到这条丧家之犬临死前，硬生生把自己的脖子往我准备好的最锋利的铡刀上送。妈，他居然敢带人来抢您的婚前财产，这混蛋简直找死！我马上通知保镖队把他们打回去。慢着，盼盼，别忘了我们是要杀人诛心。他既然想要这300万过桥费，我直接借给他不就好了？借给他？您明知道那是杀猪盘。看看这是什么？我要在他自以为即将拿到5亿美金的最高光时刻，让他签下这份足以让他永世不得分身的高利贷借条。他以为我是在雪中送炭，其实我是在给他递绞刑绳。我明白了，妈，您是要顺水推舟，让他彻底陷入死局。去安排吧。既然楚大总裁要带着打手来逼宫，我们总得给他布置一个足够气派的舞台。今晚的戏才刚刚开始。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赶紧给我滚出来！阿强，开门。楚连生，
带着不三不四的人私闯民宅，你楚氏总裁的脸算是彻底踩进泥里了。少废话！这套房子市价400万，我算你300万低价过户，马上签字，咱们好聚好散。不然今天你别想站着走出这个门。拿我的婚前财产填你的窟窿，谁给你的底气？就凭这几个烂番薯？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！我不管，我只要300万，不齐这笔钱5亿投资就到了。今天不给钱，我死也要拉你垫背。房子不可能过户，但这300万现金我可以借给你。真的？300万，3分利过桥资金，担保物是你未来在楚氏的所有收益、隐形资产，外加个人终生连带偿还责任。一旦违约，这笔债会让你这辈子连叫花子都做不成。我签，我马上签。妈，那300万真就这么给他了？鱼死网破前，总得留口诱饵。开门，看看这老太婆唱哪出。哎呦，屋子挺宽敞啊，可惜马上就不是你的了。连生心善，给你留条活路。要我说，就该让你这种不下蛋的女人去讨饭。楚老太太，大清早跑来犬吠，就是为了展示你身上洗不掉的穷酸气。我今天是来看看你这弃妇的惨状。我们楚家马上就要拿到海外财团5亿的投资了，5亿！盼盼亲妈是真正的大富豪表妹，连生马上是首富，我就是最尊贵的老太君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就算你低头求情也没用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太过分了，竟敢这般对我！请你自重，别再咄咄逼人。真是没大没小，一点情面都不顾。别再痴心妄想了。阿强，请他离开。你们别后悔，迟早有你们低头的一天。连生啊，是不是5亿到了？妈马上去买别墅。妈，钱打过去了，2000万过桥资金全转过去了，咱们楚家要彻底发大财了。2000万算什么？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等5亿风头一到，老子要把楚盼英和那个女人一起踩在脚下。表妹，为了我们的合作方楚总，干一杯。你不知道那头蠢猪签字时手都在抖，还深情款款说这5亿是给我一个家，我差点没笑死。哈哈哈！接盘了老子的儿子，现在连棺材本都送上门，20万本钱套2000万现金。钱到手什么时候走？我要去国外买大别墅，天天开派对。急什么？好饭不怕晚。只要10分钟，这笔钱就会到我们手里，神仙也查不到。准备订头等舱去晴海湾吧。快点嘛，我都等不及看楚连生跳楼的草样。到账，5亿到账。任你再狡猾，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怎么了？冻结？这怎么可能？表哥，不会是警察查到了吧？闭嘴！是顶尖黑客植入了反向防火墙，至少需要24小时才能破解。喂，楚总，出变故了。表哥，5亿到哪儿了？5亿到哪儿了？
5亿盘子太大，被外汇管理局风控系统卡住了，需要300万的过桥及打点费。只要钱一到，10分钟内5亿进账。什么？我祖宅抵押了，高利贷也借了，我去哪弄300万？连生，快想办法呀！要是事儿黄了，我们一家3口就全完了。直接用10分钟。对，5亿到我马上填平。我上次下公章。妈，资金已经被我彻底拦截进死胡同了。这300万公款是最后一根稻草，他现在是个实打实的挪用公款罪犯了。他亲手给自己送上了断头台，不过这场戏不能只有他一个人唱。盼盼，是时候给这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加点料了。连生，打点费交了就没问题了。我去庙里给咱们的5亿烧柱头香，保佑审批放行。死鬼，那300万公款也到手了。楚先生这次真的很爽快和我们合作，等所有流程走完，咱们立马拿签证出国度假。他居然信了我伪造的话，戴了20年绿帽子，倾家荡产，连家里全部积蓄都动了，就为了给你养儿子。还不是因为我找人调报的亲子鉴定，等他发现棺材本全贴给我这个真爹，估计得弃条楼。戴了20年绿帽子，倾家荡产，别人养儿子，专门找人调包的亲子鉴定。我的亲孙子5亿，全是假的！不要脸的奸妇，敢骗我楚家钱，敢给我儿子戴绿帽！千刀万剐的奸妇，我打死你这个骗子！妈，你给我解释！你这个人居然敢合起伙来骗连生的钱！你们那个孩子还在冒充楚家的金孙，我今天非和你把事情算清楚！你给我老实点，你别拦着我！郑姐，你别坏我的好事！哎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楚连生的钱只能是我的。5亿只要一到账，我就是本市首富。我要让那个贱女人跪着求我。连生，救命啊！怎么回事？谁把你打成这样？是妈她疯了。我妈？我去酒店找表哥谈资金放行的事儿，可妈不知怎么找了过来，非说我看上了表哥的钱，在外面偷汉子。像疯子一样拿棍子打我。连生，我全心全意对你，他怎么能这么糟践我？连生，别信这贱人的鬼话，他就是个骗子！我刚才亲眼看见的，他和那个假发跳在床上！你给我闭嘴！连生，你还抱着这个人干什么？我刚才亲眼看见的，他
他和那个在信里的贾欧阳在酒店套房的床上滚在一起，他就是个破鞋，人家2000万都是他们合伙设的局啊！妈，您就算再不喜欢我，也不能拿连生的大业开玩笑啊！表哥刚才还在跟我确认5亿资金过账的最后细节，您倒好，冲进去就打人，表哥气得说要立刻撤资。 5亿是我东山再起的唯一指望，要是黄了我就全完了。你闹够了没有？你知不知道我现在面临多大的压力？你知不知道那5亿马上就要到账了？你平时在家里作威作福就算了，现在居然跑到酒店去打我的贵人，你是不是非要逼死我才甘心？我逼你，我是救你啊！他连衣服都没穿，那是谈生意吗？你脑袋被门夹了是不是？你不信，你现在就去酒店查监控！闭嘴！你这个只会添乱的老疯子！你懂什么叫商业洽谈吗？人家表哥什么身份，能看上他，分明是你老糊涂了，见不得我好。以前你就天天找茬，现在楚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，你居然还在这里撒泼打滚，你就是个丧门星！你说什么？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如果你再敢动他一根手指头，再敢去破坏我的投资，你就给我从这个家里滚出去！连生，你中邪了！老东西，这就是跟我斗的下场。楚家现在是我的天下。资金通道明早打通，风声不对，条子可能有异动。今晚带好护照和东西，立刻来找我。明早飞荣州，准备收网走人。李大强要跑路，楚连生挪用公款的事肯定兜不住了，这颗大雷马上就要爆。楚连生留这儿给老娘顶罪吧。楚家内部此刻的鸡飞狗跳早已在我的预料之中，但仅仅是让他们狗咬狗，还远远配不上他们这20年的厚赐。我要的是楚氏集团彻底清放。这些铁证随便挑出一样，都足够让楚连生在号子里踩一辈子缝纫机。老婆，这孩子怪可怜的，我们就当亲生的养吧。你一定会是个好妈妈。楚连生，当年你用谎言算计我给你当免费保姆时，绝对想不到会有今天。以恒业老总的狠辣，这份天降的核弹级厚礼，他必定连夜递交到监管高层的手上。这场长达20年的猎杀大网，终于迎来了最极致的收结。5亿海外投资今天一到账，我就是本市首富。到时候我要用钱狠狠砸烂那个恶毒前妻的脸。你们干什么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保安呢？都死哪儿去了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的海外5亿注资今天就到账，耽误了我的大生意，你们负得起责吗？楚连生，经人连夜实名举报，楚氏集团涉嫌巨额偷税漏税，你本人更涉嫌伪造公章，私自挪用2000万公款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不可能！什么挪用公款？那是投资的过桥保证金！是谁举报的我？是不是那个见不得我好的贱女人？没搞错，恒业集团董事长实名递交的材料，证据链详实的连我们都大开眼界。动作快点！查封所有财务电脑，拔掉服务器硬盘，给对空账户全部拉停。不！我的5亿，你们不能查封！
警官，这是误会，这真的是天大的误会。那钱是打给我表哥的，他是国际风投财团高管，那5亿马上就汇过来了。只要钱一到，我马上把公款补齐，1分都不会少啊！鉴于涉案金额巨大，且资金流向境外需跨国协查，暂准律师申请的取保候审。楚连生，你现在被限制出境，扣押护照，随时等候传唤，别想耍花样。还有表哥，对，只要5亿到账，不仅能填平亏空，我还能翻盘。接电话，你接电话！表哥，表哥，开门！你接电话呀！表哥，开门！你接电话呀！你发什么疯？钱呢？5亿呢？公司被查封了，我连护照都没收了。你不是说一早就到账吗？再没钱来填合同，我就要被抓去坐牢了。表哥，你收拾行李干什么？你要卷我的钱跑？放肆！我收拾行李是为了连夜飞回华尔街总部去摆平你的烂摊子。你的对公账户被司法冻结，直接触发了外汇局的红色预警，几亿美金的盘子被你卡死。既然你这么不信任我，那合作到此为止。违约金没收，5亿投资你另请高明吧。别关门！表哥，我错了，是我急糊涂了，你千万别撤资，我全指望你了。滚回去等消息，再敢来烦我，1分钱都没有。对，表哥是去摆平烂摊子，我不能怀疑他，他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。一旦怀疑成真，我就全完了。哪怕遮挡的再严实，那腰身和走路姿势，我闭着眼都能认出，那是我每天睡在枕边的盼盼妈。我亲眼看见他和那个假花轿在床上，连那2000万都是他们合伙设的局啊！贱人，你们这对狗男女居然敢骗我！怎么回事？楚连生那个蠢货怎么找过来了？楚家彻底爆雷了，他的对公账户被查封，条子随时会顺藤摸瓜查到我的资金盘。没时间了，必须马上走水路偷渡出境。那我的钱怎么办？蠢货，命重要还是钱重要？我现在去联系蛇头弄船，你立刻滚回楚家，把你之前捞的现金和珠宝都带上。半小时后飞起渔港碰头，晚1秒你就留下来给那个姓楚的陪葬吧。都是我的，全是我的。楚连生，你就自己背着所有黑锅去坐牢吧，我带着真金白银去海外快活。楚太太，戏都还没演完，你要去哪儿？开门！别让我说第2次。带上你的全部身家，现在立刻滚回楚家去。要是敢在半路消失，我可不敢保证明天护城河内会出现什么奇怪的东西。你去哪儿了？
公司被查封的事儿我都听说了。我想着现在只有菩萨能保佑你，就把家里剩下的现金和首饰全装在这个箱子里，打算亲自送到南山寺去捐一大笔香火钱给你祈福啊。祈福？带着几百万现金去寺庙，当我是3岁小孩，分明是想卷铺盖跑路。不行，为了那5亿海外投资，我必须忍。傻瓜，我怎么会怪你？难为你这个时候还全心全意为我着想。楚老板，对赌协议到期了，天亮之前不补给稳席，我们就去医院找你老妈聊聊，再去拜访你的股东楚连生，立刻引咎辞职，交出所有参与资产抵债。好，明天我一定给所有人一个交代。想逼死我，想看我笑话，没那么容易。破产，想逼死我，做梦！我还有海外的5亿投资，只要钱一到，你们这些狗东西全都要跪下来舔我的鞋底。对，马上带人来楚家别墅，客厅的全套红木家具、法国水晶吊灯全给我拉走，还有家里这些珠宝首饰全部折现，我不管折损多少，天亮之前我要看到现金。给我全款包下你们酒店最豪华的钻石宴会厅。对，明晚通告全网发，就在明晚办5亿海外融资的庆功宴，把所有媒体、信贷主管、催债的股东全给我请来。我必须确保那个高高在上的表哥，明晚能分毫不错地站在聚光灯线下配合我演戏，哪怕是用命去换。谁呀？表哥，这么着急打包，是打算去哪儿啊？连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正准备飞回兰州处理你的5亿汇款额度，少给我放屁！楚连生，你疯了吗？你要杀人！我本来不想做绝的，公司被查。高利贷要砍我的手，股东要分我的尸，我不管你什么系统延迟。明晚8点，楚家办融资庆功宴，你必须给我穿戴整齐，坐在主桌上，当着全城媒体的面宣布5亿到账。你要是敢跑，我就把刀捅进你的脖子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报警绝对不行，我可是 A 级通缉犯，而且我那个洗钱账户明晚10点才能解封，只要拖过10点，钱就转移海外了，不如顺水推舟稳住这疯狗。冷静。老弟啊，你误会我了，我收拾行李就是为了明晚的宴会做准备啊！明晚我准时出席，绝对给你挣足面子，咱们有福同享，最好是这样。表哥，楚家的命就看你了。蠢货，明晚10点钱一到账，老子立刻开溜，留你在这儿做首富梦吧！妈，所有资料都已经通过加密节点发出去了，诈骗证据链、洗白路径还有受害者名单，全部实名提交完毕。好孩子，辛苦了。妈，他们能立刻行动吗？我怕那个骗子狗急跳墙。放心，这份大礼没人能拒绝。楚太太，您提交的证据链我们已初步核实，国际刑警确认目标正是潜逃5年的跨界 A 级通缉犯。针对涉案的2000万过桥资金，已全面封死，他插翅难逃。警官，明晚8点，楚家要在市中心凯旋大酒店办一场声势浩大的融资庆功宴，主谋从犯全在场，那是一个绝佳的瓮中捉鳖地点。明白。专案组今晚连夜联合特警全面布控，封锁酒店所有出入口，海关拦截令已下达，绝不放过任何一个。楚连生，你想用一场奢华的宴会掩盖破产的事实，甚至拿刀逼诈骗犯给你站台，那我就彻底成全你。
我会给你搭最华丽的戏台，让你亲眼看着美梦被撕碎，最后戴上手铐，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楚连生，这20年的猴戏是时候落幕了，好戏终于要开场。哎呦，李太太、王夫人，我就说我们家连生是有大出息的，海外5亿的投资算什么呀？还是老夫人您教子有方啊，楚总真是人中龙凤，以后我们可得多仰仗您啦。那是自然，等我们家那个正经刘洋博士的亲孙子一认祖归宗，那才是真正的双喜临门。至于那个生不出蛋的女人，根本没福气销售我们楚家的泼天富贵，早就该滚蛋了。大强，你到底安排好没有？楚连生那个人连刀都拔出来了，万一今晚他发现钱根本没到账，绝对会当场生吞了我们。慌什么？就他那个蠢货脑子，老子说什么他信什么。等会儿司仪一叫我就上台随便敷衍几句，把那5亿的大饼给他圆上。你给我机灵点儿。等他自己开始致辞，所有人注意力都在前台的时候，我们就拿门卡走消防通道，直奔地下车库。人呢？那个贱人怎么还没来见证我的辉煌？感谢各位媒体和商界同仁来参加楚氏集团的庆功宴。过去一段时间，外界对楚氏有许多不实的流言，但今天我要用事实打所有人的脸。没错，楚氏集团已经成功与海外顶尖风投财团达成深度战略合作，整整5亿的巨额融资，最迟明早就会全额打入楚氏的对公账户。从今年起，楚氏将彻底重回巅峰，直接跻身本市行业龙头的宝座。好，连生好样的，让那些看不起我们楚家的人都睁大眼睛好好看看什么是泼天富贵。在这个楚氏重获新生的历史性时刻，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。是他，在我人生最灰暗、最被世人误解的时候不离不弃。他不仅为我生下了一个天才博士儿子，更在这次5亿融资中牵线搭桥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真般配，这才是我们楚家真正的女主人，比那个生不出蛋的老女人强1万倍。过去20年，我被一段名存实亡的错误婚姻捆绑，受尽了那个毒妇的算计与折磨。今天，我要当众向我一生唯一的挚爱求婚，亲爱的，嫁给我，做楚家真正的女主人吧！你来干什么？我早就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楚家马上就要拿到5亿投资，你就是个见不得我好的杜甫，看着我飞黄腾达，想跑来死皮赖脸的分一杯羹是吧？做你的春秋大梦。就是，你没福气享受我们楚家的泼天富贵，就和你眨眼这么重的，现在眼红了。保安呐，赶紧来维持宴会秩序啊！收起你那副恶心的嘴脸，楚家那点破烂东西，我妈根本不稀罕。今天来，是送你们上路的。反了！你个不知好歹的白眼狼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！别以为你们母子今天能坏我的好事儿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是要风风光光的娶我的真爱，谁也拦不住！
怎么，你还想打人不成？当着全市媒体的面，你敢动我一根指头试试？你这个疯女人，你敢打我？打你，嫌脏了我的手。好好看清楚，这就是你奉若神明的海外财团大佬。你那5亿投资，不过是这只国际过街老鼠画的一张催命符。而你，楚连生，为了这场虚无缥缈的梦，挪用公款伪造印章。你所谓的腾飞，不过是通向大狱的直通车。你们这么来空间这么叫我疯？在这些来过干嘛？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啊！王主任，那10万块钱已经打到您账上了，亲子鉴定的样本我都调包好了，您只要把结果改成确认亲生就行，拜托了。听清楚了吗，楚连生？你以为倾家荡产换来的是5亿投资？那是人家用来在海外买别墅、开跑车的赃款。你以为那份确认亲生的鉴定报告是你反击的底气？那是你心爱的女人花10万块钱专门给你做的假报告。你放屁！这是假的，全是你伪造的，这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伪造？好啊，那我就让你看点更真的，让你死个明白。看清楚，20多年前，这个女人在国外陪酒，跟这个被按在地上的诈骗犯混在一起，生下了盼盼。因为养不起，他骗你说这是你们那一夜荒唐的结成，把你当成冤大头，把孩子扔给你。楚连生，你蠢就蠢在为了一个烂货和别人的野种，亲手毁了你自己。不，连生，你别听他胡说，这都是假的，这是他为了争夺财产故意捏造的。盼盼真的是你的骨肉啊，你相信我！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就是嫉妒我们楚家有后。盼盼长得跟连生小时候一模一样，怎么可能不是亲生的？你休想骗我们！既然你们不到黄河心不死，那很简单，现在就拔一根盼盼的头发，当着全城媒体的面，立刻送去最权威的公立医院做加习亲子鉴定。楚连生，你敢吗？做！现在就做！我要让你死个明白！李大强，你涉嫌特大跨国电信诈骗及洗钱罪，已被国际刑警立案侦查。张丽，你涉嫌作为从犯参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，立刻跟我们走一趟。造孽呀！我们楚家造了什么孽呀？我的亲孙子全都没了！你这个贱人，你毁了我，你骗光了我的一切，我杀了你，我杀了你！放手！快把他们强行分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